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1年夏天，罗少娟从山东枣庄联合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临沂，在临沂批发市场跟随父母经营一个纺织品批销公司。第2年7月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李辉。李辉从车祸去世的父亲手里继承了一家板材公司，手里资产不下1000万。两人于2003年3月结婚。婚后，罗少娟和丈夫齐心协力，又扩建了数条生产线。2005年11月，罗少娟生下女儿冉冉。2010年3月，冉冉已经4岁半。因为太忙，夫妻把冉冉送往外公外婆家，他们则一心扑在公司里。这年3月9日，李辉出差去了天津。晚上7点多钟，罗少娟下班回家后，到门前才发现钥匙不见了，车里也没有。他又赶回办公室，依然没有找到。正在隔壁统计室加班的彭川得知他家还有一套备用钥匙，自告奋勇要陪他一起过去，想帮他打开房门。罗少娟住的是第3、第4层的复式楼。经过一番勘察，彭川决定拿一根绳子固定在顶层5楼的阳台上，自己顺着绳子滑下，从4楼一扇没有关的后窗进入室内。罗少娟有些担心，彭川自恃年轻胆大，说：“罗总，没事的，您尽管放心好了。”7点50分左右，彭川让罗少娟到门前等着，自己径自爬上顶层。过了6、7分钟，罗少娟突然听到啊的一声尖叫，随后便是听的一声巨响。他慌忙奔下楼，只见彭川一动不动地横躺在1楼的水泥地面上。“小彭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”他抱着彭川的头喊叫。彭川已经昏迷。冷静了一下后，罗少娟赶紧拿手机拨打了120，又给在天津出差的丈夫李辉打了电话。李辉说：“你不要急，我马上就买回程票。”彭川是因为绳子固定不牢，从4楼坠下的。120救护车赶到后，将他送到临沂市人民医院抢救。经检查，彭川肝脾破裂，四肢多处摔成粉碎性骨折。当晚9点，彭川被推进手术室。手术室外，罗少娟懊悔自责。彭川是刚从西安财经学院毕业2年的大学生，满身的才气，又踏实肯干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自己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？凌晨3点，手术终于结束。得知彭川脱离了生命危险，罗少娟稍稍松了一口气。不过医生告诉他，患者下肢伤势太重了，即使恢复得非常好，也可能留下残疾，而恢复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至少要半年以上，甚至是1年、2年。罗少娟的心再次沉重起来。3月10号中午，李辉从天津赶了回来，他安慰已经清醒过来的彭川。彭川老家在山东平邑县农村，母亲10几年前就患肠癌去世，家里只有父亲彭庆业。征得彭川同意，李辉安排一个亲戚去平邑接来彭庆业。彭庆业痛哭着说：“老天，求你千万别毁了我的儿子呀！”罗少娟和李辉反复向老人承诺，一定尽全力给彭川治疗。见到父亲后，彭川还是尽力安慰，说：“爸爸，你心脏不好，又有高血压，在这里照顾不了我，还要牵扯李总他们的精力。他们对我很好，你放心回家吧。”在医院陪了儿子几天，彭庆业无奈而痛心地返回老家。临走时，李辉给他买了一部手机，还瞒着彭川塞给他2000块钱，让他回去后用手机跟彭川保持联系。
为照顾好彭川，罗少娟为了请了一个专职护工。李辉只要不出差，每天都会去医院探望一次。罗少娟更是常去医院，给彭川熬骨汤，送去各种补品等。2010年4月底，医生认为彭川已经没有住院的必要，建议回家疗养。此时他的肝脏损伤已经完全修复，但双腿依然不能动弹。罗少娟提出先把他接到家里疗养，家里第4层的2个卧室全空着。李辉同意了。然而彭川得知后却连连摇头说，你们对我已经尽心尽力了，只要帮我另租一个小房子，我自己就能对付。罗少娟说，你这个状况住别的地方我们也不放心，你到我家先疗养一段时间再说吧。5月2号，彭川出院后便住进了李家。罗少娟从家政公司请来一个50多岁的钟点工宋阿姨，负责3餐、洗衣和卫生。李辉经常到外地出差，晚上保姆也离开了，家里只剩下2个人。起初罗少娟还有些尴尬，但彭川终归活动不便，又是个单纯的大男孩，他慢慢也就习惯了。罗少娟只要有时间就亲自下厨给彭川煲汤，他让网络公司给楼上接了网线，有时上楼陪他说说话。5月22号，李辉和罗少娟陪彭川去医院拆除了双腿的石膏。经检查，医生认为彭川左腿恢复得很快，可以试着活动锻炼了，右腿也比预想的好了不少。如果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出现炎症，站立行走还是有希望的。3个人都感到很欣慰。6月中旬，罗少娟突然发现彭川情绪变得很低落，经过他再三追问，他才终于道出原情，原来是女友姚杰提出分手了。姚杰是彭川的大学同学，家在江苏宿迁。2人从大2起开始谈恋爱。毕业时，家境忧郁的姚杰选择了考研。彭川考虑到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，决定先工作。2009年，姚杰被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录取。彭川发生意外后没几天，他便打电话告诉了姚杰。姚杰也曾2次请假来临沂看望和安慰他，谁知现在却突然提出分手。罗少娟向彭川要来姚杰的手机号码，希望帮他挽回这段爱情。晚上他刚打通姚杰的电话，哪知姚杰直截了当地说，分手是我自己的意思。罗少娟不敢把姚杰的原话告诉彭川。彭川说，罗姐，这事儿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我只是痛苦一阵子，慢慢也会想开的。7月底的一天晚上，罗少娟为彭川送水果。彭川正在网上看下载的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，罗少娟坐床边一起看，看到动情处，她脸上有了泪水。彭川伸出手帮她擦了一下，说，罗姐，我心里很喜欢你。罗少娟的脸唰的红了，赶紧从床边站起来，说话也有些不自然起来。你好好养伤，可别瞎说。彭川却一把拉住他的手，眼泪也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声音越发颤抖地说，罗姐，我也知道不该有这种感觉，可是……罗少娟不禁惊慌失措起来，片刻后才抽出手来。本想责备彭川，又觉得有些不忍。他轻轻地说，以后千万别这样了，我把你看成亲弟弟。彭川也终于冷静了下来，向罗少娟道歉说，罗姐，对不起，我太冲动了。罗少娟赶紧下楼，来到自己的卧室，在梳妆镜前呆呆地坐着。此后几天，罗少娟晚上不敢再轻易上楼，可是她担心彭川不能安心养伤，
又硬着头皮上楼，只是脸上多了一些严肃。那天的表白后，彭川向罗少娟提出要从他家里搬出去，罗少娟不同意，彭川也慢慢安静下来。一天，彭川羞涩地提起那件事，罗少娟大度地说，是他因为刚刚失去姚杰，心里苦闷空虚，才会冲动地对他说出那样的傻话。罗少娟笑着说，我女儿都上幼儿园了，我哪值得你喜欢呢？彭川说，罗姐，你真的很成熟，很美。9月4号晚上，李辉去济南出差，彭川向罗少娟提出一起吃晚饭。罗少娟拿来一瓶红酒，陪彭川喝了2杯。彭川有些激动地说，罗姐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但你要先闭上眼睛。罗少娟听话地闭上眼睛。彭川从床上慢慢地挪下来，拄着拐杖走到罗少娟的身旁，突然叫道，罗姐，看，我可以下床走路了。罗少娟睁开眼睛，不禁又惊又喜，本能地上前搀扶他。彭川扔掉拐杖，一把将他搂住，说，让我用亲吻感谢一下罗姐的照顾好吗？罗少娟抗拒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放弃了。2个人吻到完全忘情，最终逾越了道德的底线。事后罗少娟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，对彭川说，你在楼上困太久了，大姐给你这一次，但以后不许再这样了，好吗？彭川羞愧地点了点头。9月5号中午，李辉从济南回来，要妻子陪自己去4楼看一下彭川。罗少娟借口胃不舒服推脱了。几天后，李辉又出差了，罗少娟克制不了自己，又来到楼上。此后她总是趁丈夫出差在外时上楼陪彭川下床锻炼。彭川身体倚持着罗少娟，渐渐能走上半个小时。他要罗少娟暂不要告诉李辉他已能下床走路，罗少娟答应了他。11月2号早晨，李辉起床上卫生间，罗少娟在里面，内急的他便去了4楼卫生间，惊讶地发现里面竟有一瓶欧润肤女性洗衣液，这正是妻子常用的品牌。他怎么会使用这个卫生间，还留下这样的东西？下楼一问，罗少娟先愣了一下，然后说自己确实去那里洗过澡，因为当时楼下的热水器坏了。李辉心生狐疑，他和罗少娟商量，彭川状况好多了，总住在我们家里也不是办法，要不给他租个房子吧。罗少娟哪儿敢说不同意的话，当即点头认可。2人一起上楼和彭川沟通，心虚的彭川答应了。11月中旬，彭川被安排搬到青年路某小区一租房里，还是用原来的钟点工宋阿姨照顾他。没过几天，罗少娟趁丈夫不在家，晚上偷偷开车去私会彭川。彭川一晚上都不让他走。彭川对罗少娟说，你不来，我就不想下床走路了，不如就一辈子毁掉。罗少娟无比心痛。此后只要丈夫出差，罗少娟就把彭川接回家，在丈夫回来之前再送他回去。对看出端倪的钟点工宋阿姨，罗少娟是以小恩小惠，宋阿姨从不多嘴。很快李辉就从别人口里听说彭川竟然多次被罗少娟接回家。他问起这事儿，罗少娟轻描淡写地说，他的腿有些发炎，有时打电话找我，我开车送他去输液，天晚了，干脆就带他一起回家。那干嘛还要瞒着我？罗少娟说，彭川的整个人生都被改写了，他也没说过什么抱怨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对他好点吗？李辉被说得哑口无言，
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。但李辉还是留了个心眼，12月27号，他要到上海谈一笔生意。出发前，他买了2支录音笔，趁罗少娟不在家时，分别放到自己卧室和彭川原来住的楼上那个房间里。他用胶带纸固定在床板的下面。12月29号，李辉回来后悄悄取出2支录音笔，回放音频文件。他听到了妻子和彭川的对话，那亲昵的语气几乎让他窒息。更让他吃惊的还有一段对话：罗姐，他会不会看出我不用拐杖就可以走路了？往后拖1天是1天，我就是不想离开你。那你也要装得像一点。李辉只觉得浑身颤抖。当晚，罗少娟刚踏进家门，李辉上去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你们真会装啊！明明他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，还装作不能动。罗少娟捂着脸说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辉一脸愤怒地拿出那2支录音笔，按下其中1支的放音键。停了10几秒，罗少娟脸色便变得煞白，她哭了起来。本来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总觉得欠他的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怎么处理都随你的便。你在为自己丢人现眼找理由。李辉如同一只暴怒的狮子，将罗少娟反锁在房间里，收走手机，随手装了一把水果刀，下楼驱车而去。晚上7点50分左右，李辉敲开了彭川的出租房门，进门就说：把你的拐杖扔了吧，不要再装了。彭川刚说出一句李总你误会了吧，就被李辉一拳打倒在地。你那么会装，不知道我也会对你们的丑行暗中录音吧？罗少娟都已经承认，你还打算抵赖吗？彭川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，摸着嘴角的血迹说：李总，谁叫你安排我住进你家里？男女相处日久生情，你要是同他离婚，我愿意娶她。你说过的那些赔偿，我全都放弃。李辉冷笑道：哼，就凭你这个熊样子，也敢说娶她？彭川说：你虽然有钱，但我却自信能给罗姐她想要的幸福。罗姐曾说过，我比你强多了，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？李辉因有前列腺炎而轻度阳痿，这话彻底击垮了他的神经。他突然掏出尖刀，对准彭川的裆部猛扎了下去。只听啊的一声惨叫，彭川倒在了血泊中。看到彭川在地上痛苦的挣扎，李辉开始后怕了，颤抖的手拨打了120，又打了110。120赶到后，将彭川送往临沂市人民医院急救。几分钟后，民警赶到现场，将李辉带走。得知李辉闯下大祸，彭川正在医院手术，罗少娟不禁失声痛哭。第2天，彭川的父亲彭庆业得到通知赶到临沂，他弄清发生的一切后痛心疾首。2011年元月12日，李辉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临沂市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。罗少娟为丈夫聘请了律师，向办案人员表示愿意负担彭川全部医疗费以及各种赔偿，希望能对丈夫从轻处理。2011年元月21日，出院后的彭川跟随父亲暂回老家休养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